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组嘉宾，有请，欢迎你们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王先生，35岁，来自内蒙古，职工；王女士，35岁，来自内蒙古，个体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之间的问题是什么？在开店这个问题上，我们有极大的分歧。包括我婆婆在带孩子这个问题上，我老公一点都不作为。在经济方面，他也是非常的不支持我。我跟他都无法沟通，爱花钱，大手大脚，一根筋又犟，做什么事儿都不考虑我的感受。你最想对他说什么？老公，我好不容易摆脱那个全职妈妈这个状态，你能不能在事业上支持我一下，经济方面支持我一下，别再反对我了，可以吗？媳妇儿啊，我希望你把店关了吧，也希望你理解我一下，包容我一下。如果这个店再继续开下去的话，那咱俩的日子也没法过下去了。所以你俩现在最突出的矛盾是这个店的事儿，是吧？对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到底？就是我去年年底开了一个店，童装店，然后这个店吧被骗了嘛，不是？开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看了吗？人家那儿的衣服就是又便宜又好看，我心想这么便宜这么好看，拿回来按4折5折卖肯定能有的赚，因为质量又好嘛。结果发回来以后特别丑，就完全卖不了。去年年底的时候几乎没有卖，每天都在赔钱。然后过了年以后，我老公意思就别开了嘛。进货花了很多钱，进货，然后有加盟费，然后还有就是装修乱七八糟，花了30万。我老公意思是把店再租出去，衣服再处理处理，也就还能剩10几万嘛，赔个10几万也没关系，反正就是两个人再还这点钱。我就不想，我心想这个牌子就别做了嘛，换一个。还得往进投钱，我老公说继续投钱，继续投钱，就别开了吧，家里也没那么多钱给你投。他那会儿劝我不让我开，所有人都不让我开，我就要开。亲戚朋友都劝过你，你不听啊，到这个时候了还要投钱。当时为啥你们亲戚朋友都不愿意让他开啊？因为没干过实体，咱们都是个上班族，啥也不懂，然后就劝他，我说不要开，你还是干你的老本行，我上个班不是挺好的吗？那他上班吗？当时？他当时没上班，带孩子嘛。他之前是幼师嘛，我还想让他干那个行业，他就不听，然后就威胁我说是你要是不让我开这个店就离婚，咱就这个日子没法过，你自己过吧。我就让我妈让他爸妈也劝他，他还是不听。你不陪我去，那个我自己带着孩子我也去这个公司要考核一下。然后过去了看了一眼合同，当时也没看明白，就跟人家把合同签了。我就这样一个人，我想干一个事情，就是天塌下来都劝不住的人。是，现在这不是赔进去了吗？你现在怎么继续说服你老公呢？还是这一套吗？他还这么说吗？你现在要让我关店，我就跟你不过了。倒是也没这么说，因为是啥？就是现在不是做别的品牌了吗？已经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。虽然说没有挣钱吧，就是没有挣钱，什么叫往好的方面发展？不赔了呗，他对不赔了。去年是在赔钱，现在就不赔钱了，就是房租可以回来，但是没有利润。那到现在还一直在亏钱啊！那每个月工资往里贴钱，我的工资全都进货了，趁早关了你还账，你开店时候塌了人家那么多计划，你不得去打？算过吗？到现在啊，此刻你们一共赔进去多少钱？就是开店的时候30万，然后现在是进春款和夏款要投一部分钱进去，因为现在卖的钱只够，就是能卖回来房租，那个利润只够房租，就是不够进货钱。这进货的钱你自己有吗？进货的钱没有，就是我老公的工资。我老公工资会取出来一部分进货，然后从家里跟他妈妈拿了一部分。你当初为啥就死活要开这个店呀？你不是原来干幼师的吗？你就跟老公商量商量，孩子大点了继续当幼师不挺好的吗？我跟我老公认识以前我是做生意的，我开了个幼儿园，做的还挺好的。为啥停下来了呢？幼儿园出过一次事儿。后来开了幼儿园期间，我跟他结婚了嘛，然后我就怀孕了，就是吐得特别厉害，我就没办法再管这些事儿，就是特别难受，起不来床那种的。我心想，万一再出事儿，出一个大事儿怎么办？我就把那个幼儿园转出去了，就没开了。那你要就是不开店不做生意，自己找一份就是工作呢，赚工资的这种呢，想过吗？想过。
他的意思是不开店，你就把店关了，你就找一个工作，然后就做就行了。但是我的以前工作不是幼儿园老师嘛，我是在祁县的，我们那边幼儿园老师临时就1000给1700、800，我嫌少。我的意思是让他妈上来给我看孩子，然后我就找一个就是在工厂里像他一样在厂子里上班，挣个4、5千，其实一家3口也够生活了。但是他妈也不愿意上来给我带孩子，他妈说你们俩的孩子让我给你看，说是上来以后会有这个婆媳矛盾呀啥的。他怎么给你带孩子？60、70岁的老人了，能带个孩子？那你上个班带孩子不是又方便吗？教育孩子也好啊。哦，你还挣的少呀？那1700、8够干啥呢？那你省一点不就行了吗？那省一点咋省呢？你说咋省？一个月幼儿园上学费1个月2000，孩子上那个辅导班1年也得好几千，你挣4、5千咋省？就无非就省点衣服钱，省点化妆品钱。对啊，这不就省出来了吗？我跟他结婚以后，他挣的不多，我就没怎么穿过。结了婚以后，几乎不买好衣服，就1个季度换1身衣服。以前化妆品一套好几千，现在就200、300，降的不能再降。他妈的意思就是挣个1700、8，他的工资我俩合起来挣个7000块钱，就反正省点呗。一件衣服穿个20、30的，化妆品就几百块钱，就是我不愿意这样呀。你试试嘛，顶多赔50万。你说咱们才30多岁，50万5年是不是也还完了？是不是？不是，稍等。你的计划是投入50万，30万已经没了，还准备再投20万，底线60万。你老公现在就算每个月5000块钱工资，他有年终奖，差不多1年下来有10万。这直接你干进去6年的，不吃不喝是吧？咱还有孩子对啊，咱就算不买化妆品了，咱也得吃喝吧。那你说，要是说这个店赔进去，我是不是得找工作？我还能做兼职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咱们别转换话题，就说这个预算60万、5、60万是铁定要去做的事儿。对。那咱就说一说哈，自打这店开了以后，你俩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完全变了，你知道吧？讲讲吧。就完全就不想过，就每天就一句话，就想离婚。没开店以前吧，就是我们俩结婚以后，就是给我带孩子、做饭、洗锅，什么都做，开了店什么都不做。以前就是我很少出去带孩子嘛，因为我怕太阳晒皮肤不好了嘛。就他每天就下了班以后带孩子出去遛弯什么的。那我上班，然后我就在家待着，上班回去每天我累不累？你说我也累了吧？每天还愁，我压力也大了啊！我就躺那里休息一会儿，玩会儿手机，这也就不对了啊！哎，有一次我骂他，然后我跟他说话，他不搭理我，然后摔东西，地板砖，然后砸了这么大一个洞，你说得用多大劲儿？那我不得发泄一下，我受得了？天天骂，那天把我骂的爆发了，拿起凳子把地板砖也砸了。最后了，他带着孩子就直接就走了。等我回家，把门也反锁，就不让我回家。10多天我就住在店里边。咱们家孩子今年多大？4周岁，4周半。4周岁，男孩女孩？女孩。就是其实妈妈还是带孩子，走哪儿带到哪儿哈。就不管你说你们现在夫妻的状况和情绪，这点我觉得还是尽到一部分责任了吧。但是我老公以前带孩子吧，他以前陪孩子，他玩手机，我说别玩了，他就立马不玩了。我就说会影响孩子，他就立马现在不行，他不是说了吗？他心情不好啊，他烦，他压力大。35岁又哎呀。就是你35岁这点压力，你又不是50、60了，承不起这压力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这个人啊，就喜欢过这种平静的生活，保守一点。那你有没有把这个烦闷呀、苦恼呀，跟朋友啊或者亲朋好友去倾诉一下？朋友哪有？让他搞得连朋友都丢完了。咋回事？咋回事？他体检出来查出来那个尿蛋白3加还是4加，我忘了。然后高血压就是巨高的那种，就不是说有点高，是巨高，要吃药的那种。对，要吃药的就必须吃药，然后也不能喝酒，也不能熬夜。然后他们就是单位里聚餐，还有朋友聚餐，一出去就喝酒。就是我的意思，你就别喝酒了，因为他那个尿蛋白3加如果再高的话，他会就得那个尿毒症嘛。然后我就说他，我说你要这么再继续喝，我说如果你出了事儿，我们2个怎么办？我无所谓，那你也不能就是发朋友圈、发同事群里边，直接把我的人设关系都搞塌了吧？对，我就拿他手机，我就发，我说以后谁找我老公喝酒，我说我老公尿蛋白3加高血压，我说以后谁找他喝酒出了事儿，你们谁也逃不了责任，一个一个找你们算账。这会不会有点不给老公面子？哎，问一下男人啊，这你们觉得？当然，这基础还是因为在意哈，但这种形式是。如果我看到这么一个，就是群里发这么一个，我会特别有歉意。你幸亏你说了，要不然我哪知道你老公高血压巨高啊？你说了我就抱歉，对，我下回不跟你喝了就完了呗。他的那些同事是都知道的，因为我们去市里确诊过，你知道吧？那几天请假走了1个星期，还去北京去查过，是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，还叫他出去喝酒。我觉得
他也不懂事儿，朋友也不懂事儿，不过也没出事儿，我肯定他们谁也逃不掉。但是我问一下一个一个找哈，这件事是发生在你们因开店产生就是刚矛盾之后，前几个月啊，还是开店之前？开店之后，刚开前几个月。家里还有啥事儿啊？啊，你说现在经济压力又大，去年给你爸妈全部的存款把这个钱都花了，咱们现在这么困难又不往回要，啥意思？什么讲清楚点？就是去年，我妈不是得病了吗？我爸在前年全款买了一个房子，然后手里就没钱了，然后那会儿查出来说是我妈病不太好嘛，然后我就把我家里钱都拿出来，我爸家里一共就剩10万存款，我说那就我把我钱给你吧。那会儿没开店嘛，我说心想也没多少钱，我说那也不要，他不有俩儿子没娶媳妇儿吗？全部的积蓄啊。多少钱呀？全部积蓄？就一共就4万块钱，我就都给我妈看病了。我也没想着往回要。后来开店的时候，我跟我爸要回来1万，还剩3万，3万我爸也没给的意思，我也不好意思要。哎，他总让我往回要。这有啥不好意思？你说现在咱们经济这么困难啊，开店紧着往里贴钱，你就是不要。那个开店之前他要过吗？他其实这人吧也还行，不是那种的，给老人看病，这天经地义，咱们属于正常。但是现在老人病也看好了，缓和了，他爸妈1年也挣的不少，20几万的挣了。现在我们比较困难了嘛，你去要一下，怎么就不能要了这个钱？那你们开店这30万的钱谁出的呀？他妈给出了2万，然后他跟朋友借了2万，剩下都是我自己借的。不是，那我问一个隐私问题，你们现在还有存款吗？没有，全是外债，工资都贴店里了。月光族每个月我就可怜的就30、40块钱抽烟钱，所以现在家用每个月要用多少钱啊？就他爸他妈不是种地的嘛，我们菜米啊面那些不用花钱嘛。他公司单位也发挺多东西，就1000多。那你不买衣服不买化妆品了，还1000多？每个月买衣服买化妆品，衣服3天1小件，5天1大件的，紧着往回搬啊！现在还买呢？买。我现在意思，你开个店，你不能穿的太差劲了吧？你差不多每天要对那么多人，我偶尔还会买一点衣服，化妆品嘛，那必需品，那这钱从哪儿来呀？你买化妆品、买衣服的钱从哪来？就是他的工资，还有时候卖货嘛。你其实现在生活所有的开支，包括店的开支，都靠你这个老公是吧？店里也有时候也卖的行，有时候卖的不行。你这连房租就才勉强能付上吗？你不都在靠他吗？那咋还不给人家点好脸呀？怎么还那么理直气壮的？那你说咋给他好脸吧？你说2个人，你说创业，年轻气创个业嘛？你说干啥？你说一个人创业，人家不同意，不是2个人，我不同意你了，你自己非要干。那你说干啥呀？坐家里挣1700块，我不想挣1700块钱，30岁看到80岁的样子了呀！哎，你俩结婚前就发现彼此性格不一样了吗？一个喜欢安稳，一个喜欢赚钱呀、创业呀，生活得有变化。那我们俩结婚以前，我就是创业，一直在做，他知道我啥样子的人呀。我结婚以前不是以前开幼儿园开挺好，挺能挣钱，他也没说啥，是挣不了钱了，一堆话。你之前连续创业都成功了，怎么都可以，都挺好的，都可以，怎么没有存下钱呢？为什么这再次投资还都是借的钱呢？连自己父母的生病钱我就是一开始就是开的是那个辅导班，不是说挣几10万那种存钱的。那你到底创业挣的钱多，还是你老公挣的钱多？差不多。到现在都花我的，还是我挣的多。还是老公挣得多？那你说夫妻俩不是共同一起往前奋斗了吧？哎呀，花你的那夫妻共同财产吧。奋斗了到现在，你说让你跟你爸要钱又不要，开店又看不到希望，紧着往里投钱。来说说，那你们俩的今天的每个人的诉求吧。如果我们有 A 计划实现不了 ，B 计划是什么？啊，你每个人都怎么想的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个店可以不开，前提是他妈上来给我带孩子，我找一个差不多点的工作。就是生活质量再好一点哦，所以人家是有 B 计划的 ，A 计划是我要开店，努力一把，冲着60万赔了再说啊。B 计划说，那你妈妈上来我挣分，我不愿意挣1700、8的钱，是吧？他妈要是他一直不让他妈上来给我带孩子，他妈也不愿意。但是有一个就是，那他妈1月给我2000块钱，然后我去幼儿园工作也可以。那你妈给吗？他要是把店关了，去幼儿园上班，我回去跟我妈商量，可以给这个。先生，你的计划是什么？我的计划就是他把店关了，就是去幼儿园上个班，带孩子呀什么都方便了，不是？然后你去商量跟你妈要那2000块钱啊，他要这2000块钱就我可以跟我。这不是你俩的意见一致吗？不是，不愿意要。我有一点没理解，你养你的女儿，为什么让婆婆1个月掏2000？那不够花吗？你说我们俩挣钱不够花呀？那你养你的女儿，你的钱不够花，你少花一点。
为什么条件是婆婆得每个月给2000，电是你自己要开的，关这个电的条件是婆婆1个月给你贴2000块钱，这个道理何在？那可以，她可以不管，这钱可以不掏，我不跟她要钱，我可以挣1700，也可以把这个电关了，就是为了维持这个婚姻，为了孩子。但是他爸他妈老了以后，我不管。哎呦，我没有责任，没有义务，对不对？不许你开店，你就他怎么管我不管，但是我不会管的。那为啥？那你爸妈当初我也不是管了吗？那凭啥？为啥就让我妥协呢？店不让我开，你不能支持我下，才30多岁，我爸那年50岁创业还成功了。我的意思，他不支持我，什么都让我妥协。店不让我开，经济上不支持我，人不支持我，不让我开，让我回家带孩子。我是让他妈上来给我带孩子，我找个差不多点工作，他也不愿意，他妈也不愿意。妻子，为啥什么都是我来做妥协呢？你支持你丈夫什么了？来，你说说，你刚才不是列举了一大堆你丈夫不支持你，你支持他什么了？你说他挺好的，我也没啥用我支持的，工作也挺好的。啊，你也知道呀，你俩对等吗？你老公什么都不需要你支持，你什么都需要你老公支持，你还在这儿天天骂他，还不给个好脸色。为什么你就需要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老公支持你，去围着你转，赞同你的想法，给予你帮助？他有没有什么需求？人都有需求啊！你说了半天，你说我老公挺好的，没需求，怎么可能啊？他的需求就是我省点花。对呀，店也别开了，我不愿意。那他也不愿意让你开店呀，你支持一下他的想法呗。别开店了呗，你说都已经别开了，30万投资进去了，一下关了，你说。还有一点就是双方对对方的父母是双标。这个王先生借给自己的岳父岳母，咱们家借了4万块钱，还了1万，还欠3万。对，现在希望还也没有还。对，这件事情可以的，对吗，妻子？然后您的婆婆支援了您2万开店，我可以关。要么你1个月给我再贴2000，要么你老了我不管你，这个可以吗？行，可以啊。您觉得双方对彼此的父母双标吗？王女士，你回答我。双标。你觉得你丈夫做的比你如何？不行。都不行是吗？我爸我妈也不用他管呀，他也没管过啥呀。好，我们就说都很恶劣。你对你公婆，他对他岳父母，你们俩谁更恶劣点？差不多。行嘞。哎，我们这对年轻的这个情侣哈，你们有什么观点吗？我觉得吧，就是父母肯定还是要管的，生恩养恩，就毕竟从小把你丈夫带大的，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管的。那这店应该再开呢？这个店吧，我觉得这个姐姐她结婚之后也是做出了一定牺牲，失去了自己的那种感觉，她可能也想找回自己，我觉得可以理解。我觉得吧，这位哥哥呢，应当也对他老婆应该包容点嘛。假如说就以今年为目标嘛，再干剩下半年嘛，就2个人一起努力嘛。如果今年就还是不行的话，那我还是赞同这位哥哥的就是意见，把店关掉嘛。毕竟还是以家庭为主，不能再努力了。你马上又要进货了吧？这还得投钱，这个钱还得去借，你还是亏啊，还得往里贴钱。丈夫现在的观点就是必须关店，是吧？对。那他就不关呢？反正就得要不就这日子就过不下去。就是你不关店，咱俩就不过。对。是吧？妻子是也可以关，但得给钱。就是他们不想给钱可以，他妈来带孩子，我找一个差不多点工作。好，那老师们有什么建议啊？首先，你做的是服装类的，对不对？我从整场看下来，就是我觉得你为什么会开店失败，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王女士你没有产品思维。没有，我就是完全不了解这一行。那你还是干这个？我们且不说你的生意经怎么样，但是说你在做一个产品的时候，为什么说你没有产品思维？你已经有的库存，你并不是先去想办法把它现在有的库存清掉，而是你在不停的增加你的库存，增加你的仓储成本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想办法把你的产品，就是通过各种渠道，线上也好，线下也好，你应该先把你手上的这些产品给释放出去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你其实是不适合去经营一个自主创业的。你要真的想做生意的话，就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一股脑的说啊，我去看这个我就要投，这个是不理智的。你如果这么继续再用这个思维走下去的话，一样是你就准备那60万嘛，你现在就准备好，你就去打欠条啊，你未来的可能3、5年你就在那还钱，这基本上是能预判到你的结果。第二点就是
非常客观的说一句，咱们嫁人，咱们不是嫁祸于人，就是你不能，他跟你结婚之后，他就开始负债了，这对他的人生也是不公平的。你想，如果你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们两个结婚，然后完了你就开始负债，你肯定为他做不到这个份上，他已经为你先付出了，但是你没有看到，你一直在跟他说我要什么，我要什么，我要什么。这也是不对的，因为到最后你会什么都得不到，因为对方觉得他在支持你的过程中，你并没有一颗感恩的心，反而你把你自己的过错，你把你自己认知的缺陷和你的人生经验不足的结果，你把情绪发泄在他身上。有话你就好好说，就是大家一定要做一个理智的正常人。你在做人生每个决定的时候，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，你要考虑后果。你今天在这里面大放厥词说出来，我的先决条件提出来，你不同意，那以后你的父母我就不管，就类似于这种话，我觉得都是非常不科学且不理智的。还有一个就是咱现在这什么情况，你如果让他支持你，首先你态度要好，你现在就是一个要伸手问人要钱，伸手问人要支持的一个状态，你凭什么那么恨呢？就姐你在这儿就穷横不是，我就是这种感觉，啥也没有还可横了，就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啊！重要的话说3遍，最后强调一遍，姐姐，你现在这个阶段真的不适合创业，你可以缓一缓，等你们两个就是账上有盈余的时候，你可以做副业的时候，你再去干这个事情，会好一些。至少你现在所有的斗争经验都不会白费。我也挺能理解这个太太的哈，因为现在你想把这一切东西给停掉，真的是比较难，因为你觉得我已经扔了那么多心血，扔了那么多东西进去，但是有一点你忘记了，就是创业的时候一定要做力所能及的事，一定你要去做一下社会调查，就像刚才这个妹妹说的非常对，你有没有这个能力驾驭你这一笔？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，就像你自己刚才说的，我什么都不了解，我真不知道，你还莽撞的往前走，那么你能成功的希望就更是碰大运，就更少。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知己知彼，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下来，好好的去了解一下你这个事应该怎么做，要不要这么大，那么我现在怎么样止损，接受老公的意见，我把这个房子出租了，我是不是一年我还能回一点点钱？我等稍微有一点点钱了，我是不是可以拿这些钱去做一个，我先从小商品做起，我是不是可以从我力所能及的地方做起，一点点好。还有一点就是你的态度和你的方式，老公现在压力非常大，他已经很不错了。你已经给他又有外债，他就那么一点工资，要管着这么多事儿，他已经很大的压力了。你能不能多做一点，对他好一点，不要天天老骂他，他已经支持过你了。还有一个，做任何事情，你们的生活是你们自己的，千万不要把你们的东西去要求父母给你做，那就等于是啃老族。怎么还会有这种想法，让他给我2000块钱，凭什么？你们俩自己去想一下，你们俩其实没有情感的问题，就是一种生活的理念，好好的把它解决了，我觉得你们今后的生活能过得很好。其实我对这对夫妻，我还莫名的有一种挺喜欢的感觉，真的是，就我觉得他俩之间都充满了安全感。你像这个女生哈，她不是说就是一个很坏的人，说我就是让你来出钱，我就蛮横，她好像就一种茫然的说，那我老公爱我，那可不就得支持我，充满了安全感。你都可能以前都不自知，不知道说，哎，原来我老公支持我也是有成本和代价的，我也应该回报给他相应的回应。你都没这个自制力，太安全了，他必须爱我。但是有那么多必须吗？你们俩说白了，因为相爱在一起，但那份爱如果没有经得起岁月的蹉跎，那份爱磨没了，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哪有那么多理所当然的爱？这个丈夫也一样，以前对妻子特别好，回来这个忙完了也要洗衣做饭，心情不好什么也不管了，也是充满了安全。我不高兴，我凭啥给你再做饭？我不高兴，我凭啥跟你好言好语？也充满了安全感。你觉得这个女人她再折腾，她也是我媳妇儿，她就闹腾闹腾。但其实婚姻不仅仅靠安全感和彼此的爱的信任就能持续，婚姻是要经营的。你看你俩，我觉得特别像以前一个动画片叫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，没头脑的妻子在经营，哎，进货都不知道那
假的。对，30万打了水漂，还说我能干，你能干啥呀？你连个进来的货都跟当初看的不一样，你就没头脑，别做经营。这不高兴的还摆烂，反正我不高兴，我啥也不干了，我就在家摆烂，我也不管孩子了，我这情绪不好，我出去不管身体，我就喝烂酒。所以你俩这婚姻怎么经营呀？别拿你们那一点点爱就以为能支撑一辈子。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应该都往后退一步了，关注点不应该再是怎么去经营这个店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就算你店经营成了，爱情没了，你俩感情也经营没了。我不懂生意啊，但我真觉得这个时候再做生意，就是你们家庭的一个灾难了。你们那风雨同舟的小船就要翻了。不是吓唬你啊，你回头想想，你赚那么多钱是干啥？是不是为了家庭幸福稳定，孩子健康快乐成长？那可不一定，我觉得他不一定是，是吧？连是都不是，你说你在努力啥呢？我希望你们回头看看彼此的感情，能够风雨同舟。有一种毛病叫中年危机啊。什么人最容易中年危机？年轻的时候越精彩，年轻的时候越自命不凡的人，到了中年没有做出过任何能让自己我挺牛的，没有任何让自己自满的事的时候，到了中年，我就剩一个青春的小尾巴尖儿了。过了这村我可没这店，我人生最后的机会就这2年了。这时候人容易走极端，就瞎折腾。对，我们看这位王女士，她其实看她丈夫，她是带有轻蔑的。你那么窝囊，我现在一眼能看见你80岁，是吧？我一定得在我人生最后的青春，我得不一样了。这个时候人就容易走极端。什么叫走极端呢？我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不惜代价，我什么代价都可以付。比如说，我4岁半的女儿生在这个家了，我跟她商量过吗？你从这个家长大，你势必面对一个负债家庭，你已经把她的童年的生活品质当做一个代价放在了天平上。所以什么都可以做代价。那我们现在有一个代价，要家还是要那个梦？再试一次嘛，年底不是不，现在做选择吧。因为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代价已经从你老公身上能看得出来，你老公现在绝望了，这个家眼瞅着分崩离析。1年半以后，我连我女儿的学费都弄不好，找不着。为什么呢？外头欠债，我得给人还利息吧。王女士，你现在为了在36岁的时候让人生抓住这点机会有点不一样，你已经不惜把所有人，你生活当中的所有人当作筹码放在了那个天平上，极端了。我觉得2位应该仔细思考一下。妻子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那个30万管谁借的？就是朋友还有家里的亲戚。我再问你个问题，你知道什么人不适合创业吗？不知道。不是你有没有资源，不是你有没有经验，不是你有没有人脉，而是输不起的人不适合创业。你现在输不起，第一个输不起是那么多亲戚朋友，你应该是集尽你所有的人脉关系绑在你这个项目上，你自己给自己的那个抬高，说我曾经连续成功创业，你把自己抬那个高度，你输不起，过不去自己这个坎儿，你非要一个面子，所以你不相信你应该相信的人。你老公你这么全身心为你着想，为你做后盾的人，你不相信，去相信一个不知道的那个供应商，结果上当受骗了吗？你不要相信你自己了，你相信你最爱的这个人吧。他是一个最靠谱的人，他竭尽全力了，他无能为力了，他只能去喝酒。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吗？他知道怎么办？没有人理解他，没有人跟他沟通啊。你真的担心自己，哎呀，我一旦这个项目失败了，我认输了，你们都会瞧不起我的。没有，那些朋友们也既然敢借钱给你，他们真觉得你这项目能挣多少钱吗？都是你跟他们的相处，对吗？是友情，爱情在这里呢，在你边上呢。我们要什么面子？你就赶紧采取你的计划 C 吧，或者是 B， 你们得去谈好吗？赶紧退了吧，别死撑着了，好不好？你裹挟了太多人的情感在这件事情上，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，好吗？方向是好的，意愿是好的，咱不行就止损就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有一个退路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家。你可能现在转不过来这个脑子，但你要想想，为什么所有人都支持你老公的这个建议？
它不光是从钱的角度、创业的角度，是从家的角度、从婚姻的角度、从孩子的角度，你从这个角度再去考量一下，好不好？咱别一根筋撑到底。创业就算成功了，家没了，你觉得划算吗？咱去思考这个维度，也思考一下，好不好？您二位来休息一下，我们看看这第一对夫妻他们会是怎样的选择。来，请开门。肯定能出来。哇，这很意外啊！老师们觉得他们为什么有可能他们在第2和第3个计划上是没达成一致？有分歧的，对。哦，我觉得男方确实有点崩溃，对。我觉得有点遗憾。其实我觉得不管关不关店啊，我觉得夫妻俩同心去把日子经营好，把孩子带好，这是核心。对，希望他们没出来，可能是方案没有探讨一致。我们把更多舞台下的时间留给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最终实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，好好带孩子。好吧，留给他们时间吧啊。